说来惭愧啊，我还是在初中玩那个轩辕剑苍之涛才认识苻坚这个人物。虽然说在游戏中并非一个正式登场的角色啊，但通过三言两语的那个描写，还是能了解到他是一个身处于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也在后续呢去进一步的了解这一段的历史。当然，就这样一个人物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形象呢？我心中却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乐子是小情儿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毛传奇。今天呢，春节前的最后一更，就让我们带来骄宗魔玩出品的前秦天王苻坚。盒子方面说实在就不讲太多了啊，用这种具备时代特征的纹样做背景，加上人物的姓名，已经是骄宗标志性的包装风格了，就是很稳重的一种方式。对于这款产品的话，第一关注的其实就是它色调这一方面啊，因为甲胄呢是采用这种扎甲之上又有细小皮条皮带的这种形制，所以说如果这种小的皮带饱和度过高的话，会显得整个这个形象上发红，与这个最初官图的那种朴素的质感不一样。可以说在拿到之前，一直我就是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啊，但是拆箱到手，大货第一眼看上去和最初官图所要营造那种古朴的效果是别无二致的。也不仅仅是甲胄本身，你像它腰间的这个布条，包括于皮靴的颜色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也在这个细小的甲片上会突出一定自然做旧的感觉。实话实说，最初吸引我的就是这款产品偏古朴的这个色调色彩。然后再聊一聊整个这个甲胄的形制部分啊，我觉得可以结合着我们之前聊过的汉甲来看，时代上相对是比较接近的，你也能通过这个造型感受到随着这个时代变迁，甲胄的一步步演化。先看就是这个头盔部分啊，是魏晋时期标志的一个造型。脖颈的防护呢，同样沿袭了盆领，但是在前方呢会加入一个这种类似于护喉，像一个挡板一样啊。我印象中是有一个相似的出土的陶偶，和这都是一个相似的造型。然后两肩处之前汉甲的那种筒袖，到了这个时期也会逐渐变成一个连同于身甲的披帛。下方的裙甲啊会更加的夸张，有更大的一个覆盖面积。金具装饰啊，精度也都很不错，这个就不多提啊。骄宗这一系列产品都会有一个不错的质感。身形的话倒是与之前那个卫青相似啊。上一款产品的时候，我看有很多朋友说觉得穿起来这个甲厚实了一点，其实我自己倒是蛮喜欢这种充盈的感觉的。这里可以通过增减内部的这个增肥衣再去进一步的调整，整体我觉得还是很匀称的一个身材比例啊。穿戴起来，包括开盒开箱的这个效果来讲，对于我这种玩家来说是不需要再进一步打理。整体甲胄的制作工艺来讲也是非常之工整，它会给你一个更加立体的视觉观感，就是它下方有这种黑色的铁甲片，上方呢又穿过一条条细小的这个皮带，搭配到一起，尤其从侧面去看的话，会有一种镂空的那种质感啊，很有意思。当然它这个设计因为结构都太细小了，尤其这个表面类似于皮条的这个造型，拆卸和把玩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同时也要兼顾一定的日常的保养。然后就是头雕这部分啊，我个人觉得他想要去突出的更多是以一个民族那种角度，就你可以一眼去看出它会带有一些异域风情，包括于胡须、面部骨骼的这个排布吧，双眼皮、高鼻梁，整体的五官看起来是很英俊那种，但是你也可以很自然把它联想到胡人。而且呢，这次呢是采用了一个直胡的方式，当然穿戴好盔甲的情况下，这个大胡子基本是会被这个盆领所遮蔽的。拿出来可以发现很茂盛的这个须发啊，少数民族的感觉就会更强。而且皮肤的颜色做的偏黝黑一些，和它整个身甲的色调是相符合的，而且呢也是采用了可动眼的结构，和以往的产品都是相同的方式，这个就不多说。再看看其他的配件啊，4枚手型就不多聊，
还是可以再进一步的丰富一些，多一些不同的造型。然后是一枚水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配件，正前方会有一大块金属覆盖，上面会有一个立体感很强、很细致的雕花。搭配起来的话，用这个金属挂钩扣在腰间就可以，能进一步的增强整体甲胄的这个视觉效果。一把环手刀，这个是胶宗以往产品都比较常见的一个性质。柄部能看到这个环状是采用了一个双龙缠绕的造型，当然整体的颜色不会很复杂，比较符合它这一身古朴的形象。然后是长柄武器啊，先是这个双头矛，两段的结构需要自己进行一个连接，很长啊，这个武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武器啊，应该是具备比较强的时代特征啊。两侧这个刃部能看到是有不同的一个造型，会侧重那个手工的打磨的痕迹啊，营造出来那个真实感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呢，就是更长一点的这个马槊啊，包装内也是采用两段的结构，我需要自己去拼好。和之前霍去病的那个马槊不同啊，苻坚这一把会有更多华丽的装饰，包括一些螺纹、花纹的造型。中心部分呢也有缠绳，尾端呢也做出比较好看的花纹。长度来讲就是非常夸张了。弓箭的这一个套组啊，拆箱的时候这个弓弦是单独包装的，需要自己再去绷一下。造型方面，我觉得也是比较古典。先看弓这个部分啊，上端能看到金色这个印花，这是一个塑料材质啊，弹性还是不错的。然后是这个弓带和箭幅，采用这种皮料和金属相组合，用白线进行封边，上方的雕刻非常的精细啊，和之前那个水带一样。可以通过自带的挂钩和腰间进行组合，同样能在视觉上给这个铠甲进行一定的延伸，而且本身的制作呢不会特别夸张，就还是偏古典的传统那种。然后就是最多的一系列的布衣的配置啊，首先是能与外甲直接搭配的这个厂衣，直接悬挂在外部做一个类似于披风的展示就行啊。但是你翻过来的话，内部又有很具有这种胡蜂色彩的元素，双面的造型啊，你把这个花纹冲外的话，脱甲之后再做穿戴啊，这个异域风情会很强。这种双面造型我不知道是不是历史上就是这样一个设计啊，但是从玩具这个角度是很好的一个玩法。整体色调，尤其是袖口还有领口这里，也是做出了一种自然的旧化质感。进一步去穿搭的话，就是和以往豪华版产品一样的，脱掉这个鞋子啊，戴上头冠，从内而外的一个重新的搭配。苻坚的这一身的话，就更具帝王那种特征啊，颜色上，尤其内部这个红色是很强的，像袖口、领口啊，同样具备这种比较少数民族或者说胡蜂的这个特质，时代感也很强，效果还是蛮好的。当然，还一直像我说的啊，你也可以再去配一个相似或者相同的素体。DIY 另外的一个人偶啊，整个体验下来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产品的一些配件啊，从武器到服装配件的细节上，其实做出了很大的不同啊，会根据时代的背景以及搭配的角色形象进行进一步的设计。也不仅仅是甲胄啊，就苻坚这个人物。应该也是第一次在1:6冰人产品中出现，选题我个人来讲也是很喜欢的。就如同我在开头所说的啊，其实苻坚相关的这种影视作品都是很少的，这款产品也算是做了一个好的设计。尤其这个人物本身呢，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敬重的啊，在五胡乱华那样一个特殊时期，还能坚守着自己的，虽然现在来看是比较理想主义啊，因为那个时期实在太黑暗了啊。如果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的话，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剑锋传奇》，但是也因为他的这种过分的善良和仁德啊，最终导致了一个不好的下场。当然，历史是不以成败去论英雄，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比较伟大的君主。也希望后续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物，结合着当时甲胄啊以及服装的风情风貌，往往就是传统的符合时代特征，就是很具有美感。希望能够结合着这个时代继续向下做，可以说是在26年开年给我带来一个完成度上来讲，还有整体效果上来讲都很拔尖的一个国家产品。希望今年能够玩到
更多有趣好玩的国家玩具啊。然后呢，这一期呢，今天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